生在这片天地，有条不紊地度过每一段时光。人们对过往曾经发生之事了然于心，但却妄图探测未来，于是便衍生出了预言这一说法，想在当下对未来将要发生之事进行预测。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预言可谓不计其数，然而其中多数是错误的，或是尚未能得以验证的。在华夏大地漫长的数千年历史中，曾有过10大预言，其中包含乾坤万年歌、马前课等著作。而在这10大预言之中，存在着华夏的第一奇书，即为《推背图》。那么这本《推背图》究竟是由何人撰写的呢？相传大唐王朝的太宗皇帝李世民即位之后，深信他的大唐国运昌盛，必定能够绵延千秋万代，并且一直对能否通过卜卦预言来推算国运充满好奇。一日，他下令让当朝2位著名的天象家李淳风和袁天罡进行推算。然而太宗皇帝担心2人推算的结果不同，又恐他们为了讨好自己而相互串通，犯下欺君之罪，索性命令李淳风和袁天罡在大堂之上背向而坐，同时进行推演卜卦，且彼此不可沟通与抄袭。据说当时李淳风在殿中卜卦时，进入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罕见境界，甚至窥见到了自唐代以后数千年的历史。那时在他身后的袁天罡也察觉到了异常，当即想让李淳风停止推演。毕竟在卜卦推演这一行当中，哪怕只是窥得未来的一角，都可能遭受巨大的反噬，毕竟天机不可泄露。于是袁天罡转过身来推了推李淳风的背，止住了他的推演，并说道：万万千千说不尽，不如推背去闺秀。回过神来的李淳风这才停止卜卦，而推背图也由此得名。话说回来，这部推背图共有60幅图像以及对应的谶语，而此书最为著名的无疑是其中关于7名女子的预言，但目前尚有2位还未曾出现。首先要提及的便是华夏大地的首位女皇帝武则天。推背图的第3项写道：日月当空，照临下土，扑朔迷离，不闻一物。这日月当空不正是照字吗？须知此字乃武则天即位后自创，意为日月在上，普照大地。而下面的颂文又写道：参遍空王色相空，一朝重入帝王宫，一至波尽更犹在，我沉积孰是雄。这条预言与武则天登基之事完美契合。原来早在数十年前，李淳风就预测到唐代会有一位女帝成功登位。要知道直至今日，武则天也是唯一的一位女帝，她有着果敢决绝的手段和聪慧睿智的心机，于公元690年登上了封建社会女性从未企及的高度，左右着一个朝代的命运，掌控着亿万民众的生死。即便是让李淳风随意乱写，他恐怕也想不到会有女帝登基，可见他当时或许真的窥见到了未来的一角。而这一项的下半句扑朔迷离，不闻一物，更是很容易就让人关联起替父从军的花木兰。所谓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，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？而这一切究竟是李淳风窥得天机，还是机缘巧合，无人能够说得清楚，但它的准确度确实令人深信不疑。而该书所预测的第2位女子乃是唐朝4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。在推背图的第5项中，有谶语写道：杨花飞，蜀道难，更无一时乃平安。其下的颂语预言道：木易若逢山下鬼，定于此处藏金环。当身处当下的我们看到这1000多年前的预言时，会第一时间想到著名的4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。其中所言的蜀道难，描述的正是杨玉环与大唐玄宗皇帝逃难的经历。无一时乃平安的意思是，如果没有杨玉环，便不会发生那场惨绝人寰的安史之乱。宋语中的木易是杨字，定于此处藏金环，山下鬼便是为字。而历史中杨玉环恰是在马嵬坡这个地方结束了她的一生，遗留了一个令后人争论不休的爱情故事，也留下了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千古绝句。这些种种都印证了推背图里的第5项，预言里显然就是杨玉环。在历史文献记载中，可知杨玉环深得大唐玄宗皇帝的宠爱。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杨玉环得宠之际，其娘家人也成为当朝重臣，以致后来酿成大错。然而最终杨玉环惨死于马嵬坡。而推背图成功预言的第3位女子乃宋朝首位摄政太后刘娥。推背图的18项中写道：天下之母，金刀伏兔，38之年，治安巩固。这16字精妙地诠释了刘娥皇后的一生。天下之母描绘出她身为皇后的母仪天下之态，金刀指代其姓氏，兔则与她的属相相对应。刘娥一生被后人赞有吕后和武则天的才华，却无吕武之恶。她曾在朝堂上只手遮天，幕后垂帘听政，掌控宋朝大权，但最终并未登基称帝，也未做出愧对大宋之事。然而她却一直身着帝王专用服饰，直至去世也不愿将权力交还于大宋仁宗皇帝，可谓晚节不保。
引发朝堂群臣非议。推背图中第4位成功预测到的是哺育大明熹宗皇帝的丰圣夫人，即后人俗称的毒辣奶娘。在推背图的第31项中，谶语写道：当涂一灭，秽乱宫阙，一男一女，私送人国。此说的便是大名鼎鼎的文盲天子朱由校的乳母丰圣夫人。据史料记载，她虽为皇帝养母，却整日与熹宗朱由校缠绵，还与皇帝的妃子争风吃醋，甚至毫不避讳地害死了几位皇帝临幸过的妃嫔。其中最惨的当属张玉妃，身怀6甲的她不仅被软禁，还遭断粮断水，最终被活活饿死1尸2命。而这位草菅人命、秽乱宫闱的丰圣夫人，也成为唯一一位被记录于正史中的奶娘。而第5位则是掌控大清王朝政权将近半个世纪的慈禧。在推背图的第36项中，谶语曰：纤纤女子，赤手御敌，不分祸福，灯光蔽日。下文的宋语解释道：双拳旋转乾坤，海内无端不敬，母子不分先后，希望长安入境。依据这些并结合已知的历史，不难推断出此乃所言的大清慈禧太后。于晚清时期，她一度掌管清朝将近半个世纪，在其治理之下，尽是腐朽政权与黑暗统治，底层百姓更是处于民不聊生的境况。大清顶层的慈禧心知肚明，却视若无睹。推背图中的双拳旋转乾坤，所指的便是晚清时期的义和拳和义和团这2个民间组织，而后半句的海内无端不敬，则是自远洋而来的八国联军。然而时至今日，预言精准的诡异的推背图中仍有2位女子尚未出现，其中有第42项，其中写道：天美人自西方来，朝中日渐安，长宫在地，危而不危。还有第45项的有客西来，至东而止，木火金水，惜此大。那么推背图预言中最后这2位女子究竟是谁呢？